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是在一座山上面。这座山非常特殊，我们每年暑假必放的一部电视剧叫什么呢？叫《西游记》，里面有一个孙悟空的故乡花果山水帘洞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大家猜一猜，其实就是花果山。那没错，今天就是来看一下孙悟空的故乡是否到底真的存在。现在我们站在山上面，这个花果山山下面呢，这个村呢就叫做水帘村。我们说水帘洞，它这里是叫水帘村，所以传说这个就是孙悟空的故乡。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孙悟空这个人呢？因为小说嘛，属于写的是孙悟空，是属于跟唐僧一起取经。其实孙悟空的原型还真有这个人，他也是一个和尚，他就是叫做悟空禅师，就是孙悟空的悟空。只不过呢，他不是属于李世民那个时代的人，隔李世民时代大概有100多年吧。他的墓是在陕西泾阳县，离这里的话也有100-200公里吧。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孙悟空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，给大家体验一下，看看花果山是什么样子的。说到《西游记》，大家熟悉的就是孙悟空、唐僧。其实唐僧的原型就是我们说的玄奘法师，他带着我们说的师徒3人去西天取经。其实有一点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当时玄奘去取经的时候，他不是正式去的，他是当时偷渡出去的，所以我们要理解一下，要了解一下。那这个孙悟空他是有原型的，在《西游记》中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很多人以为是一个虚构人物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其实在历史上确有其人。他这个俗名叫做车凤巢，从小天资聪颖，热爱习武，19岁便去了那个我们说唐朝的长亭做武官。后来车凤巢受到唐玄宗之命，去出使西域。我们说的皈依了佛门，在印度游历学习佛法40年之后回到长安。后面是唐德宗赐命他那个常驻长安的那个晋章寺，并赐法号悟空，这个就是悟空的来源。据专家考证，《西游记》就是根据唐玄奘和悟空禅师的事迹汇编而成，美猴王的原型正是车凤巢。所以大家了解一下，这个小说啊，一般都是有原型的。我们说《西游记》也好，《三国演义》也好，都是有人，然后小说经过美化了一下。这个车凤巢也就是陕西人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，因为说是他的老家。其实车凤巢他当时去西域的时候，也是我们说的翻山越岭，一路经历重重磨难，就跟唐僧去西天取经路上我们说碰到很多妖怪，其实他也是一样的，跟当时的玄奘法师是一样的，经历了太多的困难，所以小说才能够这样进行一种我们说的美化，把它写出来，改编出来。我们现在去花果山上面看一下，上面有很多石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顺便我们去里面看一下有没有孙悟空的卧室，看看他居住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。南北朝时期，在山上开有石窟石洞，号称9曲18洞，以避战乱兵匪。唐贞观年间，早有石灯石窟，数百盏，居民元宵张灯以求有年。这里山水相映，花果茂密，因而得名花果山。唐僧取经路过此地，传说是孙悟空的故乡。里面有大殿，供奉的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号称斗战胜佛。明代隆庆元间，然后还有天启年间2次大规模的修造和扩建。里面的大小灯石窟呢，大概有1700多余盏。每逢正月15点灯是这里的民俗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，素有登山奇观之称，很壮观，被誉为天上人间。这个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大家看像不像？在为数不多的地方，我们说能够看到孙悟空的这种塑像，很少很少，唐僧的还比较多一点。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，
这就是一个一个的洞窟，这些洞窟就跟房间一样的，而且里面呢很多是相通的。看看，这个跟哪个地方很相像？跟志丹县那个石窟很相像，都是石头的，这是石山。我们前2天看到很多石窟呢，那些很多是属于泥土的。这里有一个展示，相当于我们说的唐僧师徒西游取经，这就是每年暑假必演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。看看，第一个就是孙悟空打头阵，猪八戒、唐僧、白龙马，还有后面是沙僧挑的东西，一般排序也是这么排的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。其实关于《西游记》，大家仔细去看一下，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我最近有时候网上也看到分析了，其实如果仔细去看，看懂了里面的，确实有点让人胆战心惊、不寒而栗啊！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像很多人说，开玩笑说，《西游记》里面为什么只有猪八戒不怕那个我们说的上火，其他人都有点怕？这个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，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。走在这些我们说的悬崖峭壁上面，还是有点陡峭的。只不过呢，现在这里是有栏杆，没有栏杆的话就不太好走。这里面很陡峭啊，当年在这个石山里面开凿出这样一条通道，还是很了不起的。所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古代人的脑子是怎么想的，怎么这么厉害，在很多大山能开凿出这来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像这些石窟有一部分弄不好，就是孙悟空他居住的地方，就是说是他的卧室，大家说有没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些石窟这么多呢，就不知道哪一个是他的卧室，但是我们就说随便猜想一个吧。五路星君，然后像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我们说的点灯烧香造成这个样子的，因为是乌黑的痕迹。它基本上每个这些小的洞窟里面可能都会点灯。这里有一口钟，这里就是水帘村，我们经常说水帘洞，旁边就是国道。这个水帘洞、水帘村，我们就当它存在吧。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半山腰，还有人刻名字。哇，这里面看到没有，四通八达的感觉一样的。里面看一下，四通八达的，所以当年把这里面全部开凿出来，是发挥了大的功夫的。那这些石窟起到什么作用，大家知道吧？我也不太清楚。这些有点像崖洞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这里我估计，按照记载来讲的话，这个就是说，当年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为了躲避战乱，很多人修建了崖洞，然后来居住，就躲避战匪嘛。因为战争时代很多土匪，所以可能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这个地方开凿的话，有1500-600年了，因为是从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开始开凿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灶台，就有人在这里做过饭，就是等于是几十年前还有人在这里居住的。这个花果山就是这样子的，跟大家想象的有没有差别？我感觉还是差别挺大的，因为这里毕竟是一个传说。花果山水帘洞很多地方都有，听说在甘肃也有一个。小说毕竟是小说，神话毕竟是神话，尽管说人物与原型，但是呢，跟我们实际相比还是有点差别。但是大家如果想了解，还是可以来看一看的。这里呢，基本上也是一个大山，很多被掏空了。就我们说陕西这边很多这种崖洞、这种石窟，基本都是把大山掏空了。我已经看到4-5处了，所以陕西的历史文化相当深厚。那这些崖洞的文化也非常深厚。